16个小时不吃东西，人体竟然会启动一个高级的隐藏功能，这是什么概念？难道说饿上半天，我们体内会冒出什么特殊技能吗？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不就是饿肚子吗？还能饿出超能力？然而，科学家的发现确实显示，在适度的空腹状态下，我们的身体会进入一种与平常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好像启动了某种隐藏的自我修复程式一样。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索这个人体的神秘隐藏功能，看看不吃饭16个小时后，我们的身体究竟在悄悄做什么？饿半天，身体在悄悄启动什么？网络上曾经流传这样一条火爆的资讯，人如果16个小时不进食，就会启动2大身体机制。第一，肝脏和肌肉中储存的肝糖及肝糖原被消耗殆尽后，身体开始燃烧脂肪来获取能量。第二，就是所谓自噬功能，简单说就是身体开始自己吃自己。听到这里，你也许会瞪大眼睛，饿都还没饿上一天，难不成身体就开始啃起自己来了吗？这所谓的自噬究竟是什么玄机？其实这个被称为自噬 autophagy 的隐藏功能，并不是真的让你去咬自己的胳膊，而是一种发生在细胞层面的神奇过程。当我们长时间没有进食，身体细胞里会启动一套内建的回收系统，把自己体内一些不再需要的、受损的或老旧的部分分解掉，然后把分解产物重新利用。通俗的说，细胞会在缺乏食物供应时拆东墙补西墙，把一部分没用的砖头拆下来，当作原料去修补其他更需要维持的地方。从整个人体的角度看，这就像启动了一支体内的清道夫队伍，把堆积的废物和多余的脂肪拿出来当燃料，一边为身体提供能量，一边清理内部环境。这个高级的生存机制，就是我们要介绍的隐藏功能细胞自噬。不妨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想象这个过程。当你饿到第16个小时，身体内部仿佛响起了一阵警报声，警告外部燃料已经耗尽，启动备用方案。此时你肝脏中的能源储备仓库已几乎清空，于是身体指挥中心下达命令，各部门注意，立刻动用脂肪供应能量。很快，你体内的脂肪细胞开始分解脂肪酸，送往肝脏转化成酮体，为各个器官提供燃料。与此同时，在每个细胞内部，另一支特殊队伍收到命令开始行动，那就是自噬小组。想象每个细胞里都有一支微型清洁队，平时他们默默待命，一旦感应到营养匮乏的信号，就会出动巡逻。他们拖着小小的回收袋，在细胞质中寻找陈旧受损的蛋白质含多余的细胞器。找到目标后，清洁队把它们统统打包进囊泡，再运送到细胞内的垃圾处理厂溶媒体。霎时间，强酸和酶类倾泻而出，将那些废旧零件分解成基本分子，一部分立刻被送去燃烧产能，另一部分则变成构建新组件的原料。就这样，细胞一边清理了垃圾，一边回收了资源，还顺便填补了能源缺口。如果把身体比作一家公司，那么在断食状态下，它正经历一次瘦身重组，财务部开始动用存款发工资，消耗脂肪功能，后勤部门展开大扫除，清理细胞垃圾，研发部门则利用回收的材料修复关键设备。虽然员工们各细胞暂时拿不到新鲜的午餐，但在这段时间里，公司运作变得更精简高效，把平日无暇处理的内务全都整理了一遍。当下一餐食物重新送达时，公司反而以更健康的状态迎接新的资源，准备开足马力继续运转。要证明人体真的会自己吃自己，科学家们可没少花功夫。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生物学家就观察到细胞内存在一种奇特现象，细胞会把自己的部分内部结构包裹起来，送进细胞内部一个充满酸性酶的溶酶体里进行分解，再把分解后产生的物质重新利用，有点像小孩子把一座乐高积木拆成零件，再用那些零件重新搭出新东西。所以当时科学家给这种现象取名为自噬 autophagy， 字面意思就是自我吞噬。不过在当时，这还只是实验室里的显微镜，发现没人知道它有多重要。真正破解自噬奥秘的关键人物是一位日本科学家，
大余良典。1988年，大余良典在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把研究重心放在细胞内蛋白质如何被降解上。他想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酵母菌，一种单细胞微生物给饿着，观察它们细胞内会发生什么变化。结果发现，只要处于饥饿状态，酵母细胞就会大批启动自噬，把自己不需要的部分吃掉，拆解成养分，供给细胞重要的生理活动，维持生命。这种壮士断腕的求生方式，让人联想到古代割骨奉君的典故，借此推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煮汤，救活了饥饿的君王。细胞的自噬行为虽称得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却也是不得已的明智，选择为了整个机体的生存，局部做出牺牲。在后续的研究中，大余良典和同事们找到了多种控制自噬过程的关键基因，证明了自噬并非随机发生，而是一个受到严格调控的复杂生理过程，是漫长演化中形成的精妙机制。而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发现不仅酵母如此，在包括人类在内的高等生物体内，细胞也具备几乎相同的自噬系统。换言之，我们每个人身体的细胞都隐藏着这套自我拆解与重建的程式，只是在日常充足功能的状况下，它往往处于低活动状态，潜伏在背景里等待机会。如今，多亏大余良典和全球许多研究自噬的科学家努力，我们对这个隐藏功能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认识。科学界发现，自噬是维持细胞健康的关键，它可以清除侵入细胞的病原体，比如一些细菌或病毒，也能够清理细胞内损坏的蛋白质和受损器官，使细胞焕然一新，从而延缓衰老。此外，自噬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帮助细胞进行质料重分配，促进正常发育。如果一个人的细胞自噬功能出现障碍，垃圾堆积无法清理，可能就会引发各种疾病，例如神经退行性疾病，像帕金森症、代谢疾病，像第二型糖尿病等，都和自噬失调有关联。正因为自噬对生理与医学的深远意义逐渐被揭示出来，科学界给予了最高的肯定。在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大余良典，以表彰他发现了细胞自噬的机制。从默默无闻的细胞现象到荣登诺贝尔奖殿堂，细胞自噬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我们身体内隐藏的机制，其精妙程度超出想象。说了这么多，你可能更疑惑了，既然细胞自噬这么厉害，那我饿上16个小时，真的能把它调动起来吗？答案是有可能，但没有那么简单。在大余良典的实验中，酵母一饿就开始自噬，可是人类并非酵母，体内情况更复杂。我们目前并没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告诉大家，空腹多少小时一定启动自噬。据美国著名的克里夫兰诊所等医疗机构介绍，在动物实验中，连续进食约24到48小时，可以显著提升细胞自噬活性。但轮到人类身上，有限的研究显示的结果差异很大。有的实验要求至少36到72小时不进食，才观察到自噬指标上升。更极端的，有研究发现，必须长期数年的热量限制饮食，才能让细胞自噬明显增强。相比之下，16小时这个数字在严格的科学文献里，并没有直接的实验根据，看起来更像是间歇性断食流行后一个推测的经验值。话虽如此，我们也不能说26个小时一点用都没有。事实上，人体的自噬不是开关式的，不会说完全熄火，然后突然在第16个小时当刻一键启动。相反，自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平时在细胞里低水平进行着，当营养缺乏时逐步加速。而16小时这个长度对多数人而言刚好是一个分水岭，此时肝糖存量大致耗尽，身体开始更大量的动用脂肪功能，也释放出一系列生化信号，如胰岛素大幅下降、胰高血糖素及肾上腺素上升等。这些变化相当于在全身细胞中拉响资源紧缺的警报。一旦细胞听到这种信号，就会倾向启动自身的自噬模式，努力开源节流、拆解回收，熬过这段缺粮时间。因此，我们可以把16小时看作是一个触发点。当你饿到这个时间左右，
体内多数细胞都已进入节能模式，有些已开始自我清理并回收再利用材料。随着进食时间进一步延长，自噬作用会更加明显。那么如果不只是16小时，而是更长时间不吃东西呢？随着进食持续，身体的隐藏功能会进一步升级。大约在24小时左右，肝脏开始产生较多的酮体作为替代能源。此时细胞自噬的程度比16小时时更高，体内的发炎反应则进一步下降。一些研究指出，48小时左右的进食会使人体生长激素分泌激增，达到平时的数倍，这有助于保护肌肉和刺激身体利用脂肪。到了72小时3天左右，虽然普通人不宜轻易尝试，但科学实验显示，长达3天的进食能引发更深层的变化。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被活化，开始制造新的免疫细胞，替换掉旧的部分。有学者认为，这仿佛给免疫系统按下重启键，让身体在饥饿后期出现一次自我翻新。当然，超过3天的长期进食对身体是极大考验，需要严格医学监控。我们在这里并不鼓励一般人随意尝试。顺带一提，有记录以来最长的进食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一位过度肥胖的苏格兰男子，在医生监护下，连续382天几乎没吃固体食物，只补充必要的维生素和水，成功减重超过100公斤并存活下来。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也从侧面证明了人体惊人的脂肪功能潜力。不过，此类极端案例绝不可模仿，仅供了解人类生理极限之用。只是从这些极端情况可以看出，人体的隐藏功能随着断食时间延长而层层深化。我们日常采用的16小时适度断食，虽然远达不到那些极端效果，但胜在安全易行，并且透过经常性的启动自噬，也许能在日积月累中获得可观的健康收益。正因为短期进食可能启动这套隐藏的自我修复机制，科学家开始好奇，如果我们每天都留出一段时间不吃东西，长期下来会带来哪些好处？近年来兴起的间歇性断食 （intermittent fasting） 风潮，核心正是这个想法。其中最流行的168断食法，每天16小时不进食，8小时内进餐，在动物实验中大获成功，证明不仅能让实验动物轻松减重，还能改善代谢功能，降低疾病风险，甚至延长寿命。值得注意的是，间歇性断食并不只有168一种模式。有人采用5:2饮食法，每周2天严格控制热量，其余5天正常饮食。也有人选择隔日断食，一天正常吃，下一天只摄取极少的热量，或者单日一餐法，每天只吃一顿正餐。不同方法各有支持者，但对于大多数刚接触断食的人来说，168法因为每日都有进食，身体比较好适应，而且不影响日常社交作息，因此成为最普遍也相对容易持续的选择。举个例子，有研究在小鼠身上试验168断食4周，结果小鼠不但瘦了，体内的慢性发炎指标也显著下降。科学家发现，断食状态下，小鼠血液和骨髓中的单核细胞数量减少了，而单核细胞是会分泌发炎因子的免疫细胞，其减少意味着全身性炎症水平降低。更惊人的是，2019年发表在《Cell 细胞》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类似的间歇性断食也能让人的单核细胞暂时休眠，减少它们释放炎症物质，从而可能对抗与老化有关的慢性炎症。难怪很多人把断食视为一种抗炎和抗老化的生活策略。值得一提的是，细胞自噬的效率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这被认为是人体衰老和许多退行性疾病的一个原因。因为自噬减弱时，细胞内许多受损蛋白质和废物无法及时清除，就像城市的垃圾清运变慢，日积月累就会环境污染，影响细胞功能。间歇性断食透过周期性提升自噬，有望部分对抗这种与年龄相关的衰退，帮助我们维持年轻状态。某种程度上，适度饥饿像是在训练身体的清洁队伍，保持活跃，减少垃圾堆的形成。难怪人们把它视作抗老化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科学家还发现断食对生理时钟有妙用。今年发表在 Cell Metabolism 的一项研究中，科学家让小鼠只在每日固定的时间内进食，
相当于人为它们设定了一个断食、禁食的周期。结果发现小鼠全身超过80%的基因表达变得更具节奏性，各组织的生理时钟更加同步，代谢功能也随之提升。换句话说，规律的进食节奏仿佛把身体各部位的时钟都校对到同一时区，让全身上下协调运作，更有效率地利用能量进行修复。谈到延寿，还有一项有趣的实验来自小小的果蝇。2021年，有科学家让果蝇每天在不同时间段进行进食，结果发现只有夜晚开始进食，持续到次日中午的果蝇寿命显著延长。反之，如果果蝇在夜晚有进食，比如吃宵夜，即便进食总时长相同，也几乎得不到延寿效果。研究人员认为，差别就在于进食是否顺应了生物钟。果蝇的夜间本是自噬最活跃的时间，如果夜里吃东西，身体以为白天还没结束，自噬程序就被打断，细胞垃圾得不到及时清理，长期下来影响健康。同样道理，人类的细胞自噬也受生理时钟调控，如果我们熬夜加餐，可能就错过了夜间本应启动的细胞清理。反过来说，假如我们能养成日出而食、日落而息的作息，在晚上到清晨这段时间不进食，或许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断食的健康效益。除了降低炎症和校准生理时钟，间歇性断食还有很多潜在益处正在被研究。比如，断食期间人体胰岛素水准降低，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高，有助于预防第2型糖尿病。成长激素、生长激素在断食状态下分泌增加，这种激素能促进肌肉维持和脂肪分解，因此短期断食并不会让你肌肉流失，反而有助于塑造更健康的体组成。另外，断食还会降低体内一种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IGF-1 的荷尔蒙水平。IGF-1 和生长激素有关，它在营养过剩时偏高，会促进细胞快速生长分裂，但长期过高的 IGF-1 被认为与老化和癌症风险增加有关。相反，限制热量和蛋白质摄取使 IGF-1 下降，在多种实验动物中都延长了寿命。间歇性断食使 IGF-1 适度降低，被视为其延缓老化的可能机制之一。断食还会促进人体产生酮体，一种由脂肪转化而来的能量分子。酮体被证明对大脑有保护作用，能提升专注度并减少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险。有研究指出，断食会刺激一种叫做脑源性神经滋养因子 BDNF 的物质增加。BDNF 有助于促进脑细胞生长，提升记忆和学习能力。难怪不少人反映适应断食后，大脑反而变得更清醒，有精神。当然，科学家也在探索断食对癌症等疾病的影响。一些初步研究发现，断食可能让细胞进入一种抗压状态，正常细胞因此更能抵御化疗等压力，而癌细胞因为贪婪的需要养分，反而在断食状态下更脆弱。这提示未来或许可以结合断食来辅助癌症治疗，不过这方面还在试验阶段，我们暂且卖个关子。总之，目前已有的种种研究和现象都在暗示，透过间歇性断食来周期性的启动人体的隐藏功能，我们有可能获得一系列出乎意料的健康收益，从减肥、降糖到抗炎、护心，乃至增强大脑和延缓衰老。难怪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种古老的饿肚子智慧重新拾起，作为现代养生的新潮流。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迫不及待想尝试168断食法，让身体的隐藏功能为你服务。不过在实践之前，我们还是要强调几个重要的注意事项，确保这种方法真正有益健康，而不会适得其反。首先，间歇性断食并不适合所有人，以下几类人群最好不要轻易尝试，或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需要充足营养供给，不宜长时间空腹。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随意断食可能影响发育。有糖尿病或低血糖病史的人，断食可能导致血糖过低，危及健康。有饮食失调、暴食或厌食困扰的人，断食可能加剧不良饮食循环。另外，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例如肝病、肾病等，应该咨询医生，确定断食是否安全。简而言之，如果你有特殊健康状况，千万别跟风断食，一定要先专业咨询。
其次，就算是健康成人，在开始间歇性断食时，也要讲求循序渐进和科学方法。很多人刚开始尝试时，可能会感到饥饿难耐、头晕乏力或情绪烦躁，这多半是身体尚未适应的新陈代谢转变。建议一开始不要目标过高，可以先从12小时空腹开始，比如晚8点吃完晚餐，到早上8点再吃早餐，让身体习惯一下空腹过夜的感觉。适应后，再逐渐延长进食时间到14小时、16小时。断食期间要注意多喝水，保持充足水分。黑咖啡、无糖茶等不含热量的饮料在适度范围内也可以帮助抑制食欲，提升精力，但别过量，以免影响睡眠或刺激肠胃。另外，有些人会选择在空腹时进行运动，例如早晨空腹慢跑或力量训练。适度的空腹运动确实可能额外提高脂肪燃烧效率，并且有研究指出，运动本身也能促进细胞自噬，一举两得。不过，空腹运动一定要量力而为。初学者建议从强度较低的有氧运动开始，并注意运动前、中后补充水分。如果感到头晕虚弱，应立即休息，不可逞强。另外，充足睡眠非常重要，因为睡着时比较不会觉得饿，身体也更专注于修复工作，能更好地配合断食的作用。再来，饮食品质和时机同样决定了断食的成败，可别以为饿了16小时就能为所欲为大吃特吃。如果在8小时进食窗口内狂吃高糖高脂的垃圾食物，不仅抵消自噬带来的益处，还可能因暴饮暴食损害消化系统。正确的做法是，在进食时段依然遵循均衡饮食，多摄入优质蛋白、健康脂肪和膳食纤维，适量碳水化合物，以蔬菜、水果、坚果、鱼肉等营养丰富的食物为主，这样才能为身体提供良好原料，配合自噬过程修复身体。另外，尽量安排提早吃晚餐，比如傍晚6点左右就结束一天的进食，给身体留出足够的夜间空腹时间。如果把进食时间拖到深夜，例如晚上11点、凌晨12点才吃宵夜，那么即使白天延迟进食凑满16小时，恐怕效果也大打折扣。前面提到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夜晚进食会干扰自噬和生理时钟，使隐藏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间歇性断食有许多潜在好处，但科学界仍在评估其中的风险。有观察研究发现，经常不吃早餐的人群，心脏病发生率反而更高，引发对168断食是否影响心血管健康的讨论。不过，这类研究只能说明相关性，可能因为部分不吃早餐的人，反而在其他时间饮食过量或偏好垃圾食物，也可能与熬夜、不规律生活等因素挂钩。因此，目前尚无定论，断食并非万灵丹，它的效果和风险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需要更多严谨的临床研究来确定长期间歇性断食的安全性和收益。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度断食对大多数人而言是相对安全的。最后，要强调适度原则。间歇性断食毕竟是一种对身体有挑战的干预。如果你在断食过程中出现持续的严重不适，比如极度虚弱、头痛难忍、心悸冷汗等，应立即停止断食并寻求医疗建议。断食带来的轻微不适通常会随着身体适应而减轻，但千万别逞强硬撑。健康管理是一场长跑，不是1-2天的冲刺。我们的目标是利用隐藏功能来促进健康，而不是透支健康去勉强启动隐藏功能。只要方法得当，量力而行，断食的益处才能真正长长久久地体现出来。从远古时代的缺衣少食，到现代社会的餐餐饱足，我们人类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我们的身体深处依然保留着那套为荒年积岁准备的隐藏功能。当我们适度的饿肚子时，启动的不是痛苦惩罚，而是潜藏的自我疗愈力。细胞开始打扫基层，内脏开始休养生息，代谢机能进行调频，整个人体犹如经过一场系统升级，变得更加轻盈、高效。16个小时不吃东西，听起来像是在挑战本能，实则是在顺应我们体内亘古以来的智慧。适度的饥饿就像给身体按下一个重置钮，让那些平日忙于消化食物的系统喘口气。
抓紧时间修补自身。科学揭示的细胞自噬，正是这种重置过程的精华所在，一种经历过漫长岁月打磨的高级功能。它提醒着我们，有时候减法反而是加法，暂时放下参差，或许能换来更长久的健康与活力。当然，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只需在现代饮食中巧妙的留白，每周几次，每天固定时段的空腹，不会削弱我们，反而可能让我们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未来，随着科学进一步发现，我们或许能找到更多启动自噬的方法，比如特殊的饮食配方或药物，甚至有朝一日，我们可以不用挨饿也能享受细胞自洁的益处。但在那之前，间歇性断食这种简单可行的做法，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探索自身潜能的大门。难怪许多古老文明和宗教都有禁食或斋戒的传统。从佛陀时代的苦行到斋戒月里的日出，前后不时，人们很早就发现断食能带来某种身心净化的效果。虽然古人不懂细胞自噬的原理，但这些流传千年的智慧，或许正暗合了现代科学的发现，适度饿肚子可以带来健康和精神上的双重提升。试想，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告别一天的饮食后，身体各处的小清洁工便开始穿梭忙碌。我们的祖先靠着它熬过一场场饥荒，现在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现代文明病的侵袭。这是一份来自演化历程的礼物，一种隐藏在我们血肉之中的超能力。善用它，尊重它，我们或许就能在不经意间为健康加分。下次当你略感饥饿时，不妨想一想，你的细胞正忙着淘汰陈旧，创造新生。短暂的空腹正在酝酿长远的收获。这正是16个小时不吃东西所蕴含的奇妙秘密，也是人体启动高级隐藏功能带给我们的启示。